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欢迎来到 S 解密频道。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1000年。”这句话人们现在认为是一派胡言，但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这也是当前科学界正在探索的超自然现象，称之为时空隧道。今天我们要说的时空未解之谜，是一架时钟35年的客机重现机场的故事。机上50多名乘客丝毫未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存在时空隧道吗？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朋友们，记得点击订阅解密频道，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 TV 更新时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下面我们开始讲离奇的914航班穿越时空35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55年7月2日这一天，泛美航空公司编号为914的航班按时从美国纽约市的纽瓦克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这是一架1953年2月出厂，当年5月投入运营，核定载客65人的道格拉斯 IV 双引擎支线客机，机上有乘客58人，加上6名机组人员，一共有64人。飞机预计飞行3小时0 45分，于当日下午18点05分到达塔拉赫西。飞机升空后一切正常，然而下午16时16分，飞机却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无线电也失去了联系。根据航行图，该机时钟处在美国西部大西洋海域。美国政府得到报告后，当即组织数百人的精干力量展开搜救。接着，英法德意等多个西方国家也加入了搜寻。然而，搜救人员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搜救设备，先后搜寻了3个多月，搜寻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别说飞机了，就连飞机上的部件也没有找到，更没有发现遇难者的遗体。最后，政府只得宣布该飞机失踪。得知飞机失联的消息后，家属们悲痛欲绝，保险公司对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死亡赔偿。1961年，美国政府进行了人口普查，为了保证普查的准确，在征得失踪乘客家属的同意后，政府宣布这64人全部的死亡。此时，机上64人已经被认定死亡，家属在极度的悲痛中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时间又过了35年，1990年9月9日的傍晚，南美洲委内瑞拉卡拉加机场的控制塔突然收到一架计划外的客机请求降落的无线电信号。诡异的是，雷达却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直到它低空掠过飞机上空，控制人员才用肉眼观察到一架早已淘汰的道格拉斯 IV 型客机。控制人员问：“这里是委内瑞拉卡拉加机场，我们没有你们的降落计划，请问你们是从何处而来？”机组人员听罢惊呼道：“天啊，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航班，计划由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怎么会飞到你们这里呀？误差2000多公里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由于该航班太离奇，机场做好安全保障后才允许它降落。飞机降落后就被警方控制住了。经检查，这的确是泛美航空914航班，执行的是纽约到佛罗里达的飞行任务。航班上的飞行日记资料记载，
该机是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的，但竟时隔了35年才降落，这可能吗？警方随即将6名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都带到了隔离审查。机组人员和乘客回到美国后，美国警方、军方、中情局、航空航天局、秘密武器研究中心等组织先后介入了此事。美国科学院有160名专家学者自发成立了一个总部，设在耶鲁大学的超自然现象研究中心。得知914航班的诡异情况后，他们也派出了以托马斯教授为组长的5人课题小组，参与了调查研究。这托马斯的调查组首先仔细研究了914航班，机身上的标牌可以证明它生产于1953年2月，当年5月投入运营。从时间上推算，这架飞机已经投入运营37年了。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架飞机有如此长的翼龄。不过，虽然看起来它的机型早已过时，但仪表盘上记录的飞行时间只有730多个小时，它等于一架新飞机，这很难理解。调查中，托马斯等人还得知了很多非常离奇、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一位名叫史密斯的24岁小伙子，本是飞去佛州接未婚妻来纽约完婚的，谁知当35年后他才到佛罗里达找到未婚妻的家时，却发现他不仅早已跟别人结了婚，而且已经是年近60的老人，甚至连孙子孙女都有了。这位名叫罗德里格的小伙子是著名的戴尔公司的雇员，当时在纽约出差，得知老婆在佛罗里达家里给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连忙乘飞机赶回去看儿子。不料当35年后他回到家中，虽然家还是那个家，妻子却成了别人的老婆，特别是已经35岁的儿子看起来年龄比自己还大。正当托马斯等人准备进一步深入调查此事时，军方却突然宣布，关于914航班的事情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些人为了赚取眼球而编出的一个离奇故事。同时他们还单方面地宣布，所有的人都必须停止对914航班的调查，以后也不许提及。但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军方将飞机送到了著名的51区，召集科学家进行研究，同时短期内隔离了飞机上的所有人员进行调查。914航班这35年究竟去了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航班真的经历了一场时空隧道之旅吗？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这件事却是存在的，我们只能相信是某种人类未知的力量所造成的。马航 MH370 航班到今天已经与我们失联了7年了。小 S 相信这种未知力量的存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力量将带着马航 MH370 以及全部机组人员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赞同的给我发个 1， 不赞同的给我发个 2。别忘了订阅小 S 的频道哦，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感谢收看，下期见，拜拜。